人口结构的一个老化，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社会都在面对一个很严重的议题。这也是为什么银发的科技啊、产品啊，所有的东西，其实现在大家都很迫切的在朝这一方面去做一些准备。到底老化是什么？老化是不是疾病造成的？那疾病是不是因为老化所导致的呢？其实也不见得是。老化跟疾病，他们有时候在老人身上是并存的。讲一下对老的概念之后，我们待会是让同学真正去体会一下老。我们要怎么样去思考老人他生活当中有哪些需求？老人会有什么困难？喝茶、喝水，手抬不高，脖子困难往后仰。本来他是需要仰头才可以喝完，可是因为他杯型是这样，他到这里就差不多可以喝完了，所以他就不需要仰头就可以完成这个。生活的层面可能有最基本的吃喝拉撒睡，那另外还有一个 advanced 的，他们要出游。刚刚说他们也会想要出去学习，跟朋友互动，所以同学去想老人他的需求的时候，是不是透过你的产品的辅具跟你的环境的摆设，来减少他这些活动的困难？那我们这边的辅助科技就包含了辅具跟辅具服务的部分。通用设计是希望这样的东西出来，它是可以让任何人都可以用的非常的舒适而便利。人因工程主要就是希望了解人的这些行为跟能力，然后去应用在你怎么去设计你的工具。好，同学今天脑袋有没有对老人稍微比较有感觉了？有哈。好，然后对老人可能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也应该有一些想法。那我们就期待同学的接下来的一些投入跟参与。今天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教你们一个土木工程跟那个建筑师用的一个工具。工具就是SketchUp 这个软体，所以我们期望是50公分以上的东西。那为什么50公分以上？是因为我是土木系的，土木就是做大的，其实施工的时候要注意一下，是要能够经过门，进不去、出不去的，这个就倒霉。第一步是去了解一下会用到的工具跟材料。第二步是大概是介绍一下那个设计目标。那请大家猜一下，做出来这些桥的人是谁？土木系的学生。土木系的学生。然后大概完成需要3天。3天不太够。建筑系的同学，他们自己觉得，好像力学方面我们比较弱。我们设计的时候，我们是用拆的，还是我们是可以大概用实体模型磨一磨，那个压一压，感觉一下。那其实他们不晓得是土木系也是一样，他们上去的是建筑系还是土木系的同学？建筑系的。对，怎么看？一方面是力学方面的背景嘛，如果了解多一点力学的话，会上去吗？这边是EK板，这是建筑师常用的，所以这边有件建筑跟土木结合起来的。那形状是怎么做的？是用水稻机，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工具，是可以从我们的那个构想，可能是手画的，我们需要把手画的能够再画成一个更精准的，才能够提供一个很清楚的路线，是水稻机会知道我要往前几公分，再转弯等等。我们会给大家用的是60公分跟90公分的EK板，要从这样大小的板子去切出一些组装起来以后是可以当一个家具，50公分以上的，你们觉得可能对老人会有帮助的东西。这个要注意把那个延长线的选项不能修剪。好，不用加钱。
他可以从这个地方用力，然后站起来。所以我们会跟是扶手。老人在弯腰的部分来讲是比较吃力的，那我们会希望做一个辅助，让他的脚可以踏在上面。不错。一般人家就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会弯腰酸背痛的样子。这边是锁在墙壁上的，那平时的话，他就是这样子，就是靠着墙壁。高度，那我们就针对这个长者，他就可以先坐在这个椅子上面，就当做洗澡椅的用途。比如说太矮，长者就要蹲低一点；太高的话呢，长者的脚就不舒服。所以我们加这个按钮，加在这个电动马桶中，那按钮就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外形，初始的外形是这样，这是还没有加上任何东西的主体。谢谢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恭喜大家做得到这个那么短时间能把1比1的成品能够做得到，在这么短的2天的时间就可以做出这样的成果，我觉得是 amazing 哈，可以让同学有一个实际上实作的经验，把想法落实到产品。我是很乐于看到说，真的未来有一个那么神奇的马桶椅出来。然后把这些很多不可能的东西变成可能。从一个想法，要把它实体化，要把它做出真正的东西，不见得要当那个工程师才能做得到。所以各位希望你们有这个自信，就是说你们观察的力量很好，你们的想象很好。你们不见得是要把想象就画图给别人，你们也可以继续把它往前推。秉持这样的一个精神，未来可以多为我们台湾的老人家去多观察，然后多设计一些好东西出来。其实发现老人的问题跟需求，那再结合大家这样的一个科技上面的努力，我相信未来我们的老人是会越来越幸福的。